说什么来什么。1个月前呢，我在做尼康1430那期节目的时候呢，就琢磨，尼康的1424是不是该出来了？他还真不禁念叨，这不，尼康的1424 2.8突如其来出现在我面前，幸福来得太突然。这支镜头呢，可以说是备受内行人关注的一支镜头，不光因为它是尼康 Z 口大三元中的最后一支。据我所知啊，很多佳能和索尼的用户呢，也在观望这支镜头，看看以风光为看家本领的尼康啊，在这支压轴的镜头上面到底使用什么样的技术。最近澳洲封城6周呢，再延长2周，这不昨天又刚刚宣布又延长了3周，没法出门给大家看澳洲的星辰大海了。但是呢，在家自省的这几周呢，也让我冷静地从这支镜头里边找到了新的乐趣。欢迎收看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是大马猫本。这支镜头是好是坏啊？这个还得从尼康的单反卡口的那支 AFS 1424 2.8说起。它可以说是最能代表尼康风格的一支镜头，硬核风光。摄影爱好者呢，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大灯泡。这泡字没写错啊，因为我把这个3个字拆开了，正好代表了这支镜头的3个特点：够大，长得像个大灯，而且适合风光摄影的老炮们。它接近1公斤的重量呢，绝对在广角镜头里边算是庞然大物。回到当年发售的2007年，单反相机广角镜头，尤其是老对手佳能还徘徊在1635这个焦距段规格的时候呢，尼康打破了常规，这支超广角的1424镜头可以说是技惊四座。它巨大而且夸张突出的前组镜片呢，成了风光党的标志性的符号。前组的灯泡设计呢，一度成为风光镜头设计的流行方向。1424超广角镜头呢，它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，还有尼康 D810、D850像坦克一样的机身，受到了硬核风光和建筑老炮的这些追捧。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摄影师眼馋这套镜头和机身的组合，无论是毅然决然还是依依不舍，最后呢都是出家为尼，就是因为这支镜头。怎么说呢？这是一支对风光摄影师极具吸引力的镜头。但是呢，因为这支镜头的设计太过激进，也暴露出不可避免的这几个特点。首先呢，是前组太过突出，遮光罩呢相对较浅，所以在侧逆光的时候呢会有鬼影。另外呢，在选择滤镜的时候呢，就必须而且只能使用巨大的150毫米前组插片式滤镜。这一整套老舌子，让经常需要滤镜的风光摄影师要承受体力、精神还有金钱上的3重痛苦。这也是让很多需要轻装而行的摄影师止步的原因。时间到了无反时代，尼康设计师呢似乎从前代的1424用户中吸取了这些声音，终于拿出了大三元镜头里边最后一个超广角镜头1424。能看出尼康对于这支镜头设计的谨慎还有小心翼翼。先说它的第一印象吧，体积真的是小。当我拿到这快递包的时候，手一掂分量，心中一喜。稳了，这支镜头全重只有650克，和尼康 Z7 的机身重量几乎是一样的。老的1424重量呢，镜头大概是1公斤，装在 D850上，全重大概是2公斤左右。而新的1424机身加镜头一共才1300克左右，足足轻了一支标准变焦镜头的重量。新的1424的镜头呢，体积呢也大幅度减小，前组呢只有微微的突出。盖上专用的镜头盖之后呢，外观像极了标准变焦镜头2470 2.8，放在一起呢，只能从全景的对焦环来分辨这2支镜头，以至于我现在出门呢要仔细看一眼这机身上装的到底是哪支镜头，别拿错了。可惜啊，墨尔本最近封城，没法让大家看澳洲的风景了。在身边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呢，我已经感受到了这支镜头在拍摄风光题材时的禽兽一般的性能。新的1424镜头呢，前组不再突出，一方面是得益于尼康 Z 卡口的大口径，还有短法兰距，可以呢缩进镜组；
另一方面呢，就是前组镜头使用了专门的双非球面的技术，减小了前组的曲面，加上呢4片超低色彩的玻璃，超广角镜头最容易出现的像边缘向散、色差紫边，都有了极强的控制。最大光圈 2.8 拍摄时候呢，锐度就已经足可以喂饱4500万像素的 Z7， 连边缘画质也能得到极好的锐度。用最大光圈拍摄高反差边缘的物体的时候，色彩控制还有对强光、抗眩光的抑制，话不能说得太满啊，不能说一点没有，但是我使用目前超广角镜头里边表现最好的一支，一个字儿：干净。这支镜头的发布价格是4000刀，与佳能的1535RF 价格相当，比索尼的1224便宜了800刀。以一般的规律啊，上市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还有下降的空间。这比我预计的价格要便宜，谈不上有多良心啊，但是绝对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。3家镜头定位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单反时代尼康只有一个老对手佳能，尼康用这个老的1424性能怪兽吊打佳能保守的1635。在无反时代呢，看出各个品牌对于超广角镜头的策略不同。老对手佳能1535使劲想反超。2.8大光圈不说，还带防抖，而且呢还装平口的滤镜，似乎想仅用一支镜头就通吃风光和人文2大题材。索尼呢则像当年的尼康一样，使用了更激进的视角和更广的这个镜头，12到24的灯泡头。两个品牌呢就尽其所能想把能塞进东西全塞到镜头里边，所以上面2家镜头呢重量都在800多克，而尼康看来啊，反而选择了保持性能、极致轻便这个选项。说好的风光硬核呢？尼康这是打的什么牌？这些日子试用以后啊，让我觉得尼康这一步呢，其实是走对了。我一直说啊，能带出去镜头才是好镜头。风光题材虽然诱人，但是到底什么才是风光？银河星空、海景慢门？且不说啊，谁都有时间、有精力早起晚归等光线拍摄这种自然景观，而且能拍到，多数还要看天气、看运气。全球疫情的影响啊，让我们只能待在家里拍摄风光呢，基本已成了想象的奢望。但我觉得啊，摄影师跟普通人不同之处呢，就是把身边的一切变成风景，用照片告诉大家，原来我们家附近居然这么漂亮。少不拍风光，老不拍姑娘。我这个不上不下、不老不少的年纪呢，可能街拍是最适合自己的题材。1424外观低调的超广角镜头，上街拍摄人文类的题材呢，这是之前从来未有过体验。之前不是没想过，但是不可能用大灯泡这么夸张的镜头来拍摄人文题材，对不对？你吓都把被摄者吓跑了。新的1424这个像一支普通的变焦镜头。随随便便可以挎在肩上，享受超广角镜头带来的视觉冲击力。可惜啊，墨尔本封城，这个要保持 social distance， 否则啊，我真想拍一组街头的照片来玩玩。1424的高画质给我带来的是这种什么都可以拍的自信。只要你眼中有画面，举起相机，快速按下快门，这个相机能够忠实记录你所看到的一切。以前像使用超广角镜头经常顾虑的，比如像镍光特写会不会呲光啊，是否需要收2档光圈来表现物体的这个纹理和质感，现在通通不用担心，你拍就是了。1424实现了变焦的方便、定焦的性能，用它扫街，相当于你把24、20、18、16、14这几支极具特色的镜头都带在身边，用这支1424解锁你的广角街拍的新技能。我不是一个高像素爱好者啊，但是有了1424以后，画面里边丰富的细节信息丝毫毕现呈现在眼前，我还是觉得这期的4500万像素还是挺过瘾的。怎么样？我们这套车拍系统还不错吧？这套系统呢是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，已经用过一回了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上面呢就是一个吸盘，再加一个鬼爪，把这个相机吊起来，然后下边呢拿一个三脚架，把这个相机在底做一个支撑。这套系统呢，其实我们
上次就已经用过了，当时用的机身是适马的 FP， 加上佳能的8到15的鱼眼内置镜头。之前内效系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首先 FP 机身不太防抖，那些细微的震颤还是有的，所以到后期要做数码防抖。那另外一点呢，就是这只镜头，首先呢，它的视角是鱼眼，鱼眼的话，它比较突出中间的那个部分嘛，是视角比较宽，但是边缘就被压这个变形了。但是广角的好处呢，就是它使画面有一个延展的作用，所以呢，你看这个车窗，包括天窗，包括后边的窗，你就觉得特别的豁亮。那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之前的8到15的镜头的光圈只有 F4， 你如果在白天拍这种车内的场景的话，你会发现车窗外的亮度和车内的亮度光比太大了，所以我会选择在这个黄昏的时候拍摄这个内容。那所以呢，这个1424 2.8大光圈就起到作用了。2.8大光圈，别看就是大这一档的光圈，它可以在暗光线的环境下呢，让你这个拍摄视频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快门速度，感光度也不会升得特别高。再加上它这个防抖，基本上把相机放在车内的三脚架上，就可以拍摄很清楚、很平稳的画面。大家看画面就知道了。而且在拍照的时候，我发现这支镜头手持防抖，我可以做到大概1/4秒，很高的成功率，1/4秒。我甚至可以把相机常年放在100、200甚至400，就这几个低感光度上就可以完成拍摄。如果您是这种拍摄自驾、拍摄旅行，或者是坐车里跟大家聊天这种节目的话，您可以尝试一下。说说它的缺点吧，其实也谈不上缺点啊，就是它的滤镜系统。为了覆盖超广的巨大的相场，镜头呢必须使用更大的滤镜系统。用户既然选择了大广角、大光圈还是变焦，那你只能在滤镜系统上做出妥协。好在啊，尼康这次给你个3种选择。新的1424增加了一个超大的遮光罩，在遮光罩上呢，你可以使用平口的螺纹滤镜，只是这个镜片的尺寸非常闹心，是112毫米。你听说这个尺寸吗？这是一个非常不常见的尺寸。先给你看看这玩意儿有多大啊！这个是一个95毫米的滤镜，这个呢是咱平时用的77毫米滤镜。看看95已经够大的了吧？112比它还要大上一圈。这么大的滤镜，价格不菲。原厂的偏振滤镜1249刀，但是好消息是呢，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，Nisi 已经开始试制它的112毫米的滤镜，应当在不久将来呢就可以在市场上看到。如果用于纯拍摄风光，这就得需要渐变滤镜来控制光比，支架系统基本上绕不过去的。估计啊，不久的将来各个滤镜品牌就会出新一代的滤镜的支架，您呢就可以继续使用手里的150毫米的镜片。但是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试了一下之前100毫米的镜片，忽然发现这个尺寸放在1424的前组镜头正合适，而且一点不露边。大胆想象一下，如果1424可以用100毫米的支架系统的话，那你的成本会大幅度的降低。隔空再喊一下 Nisi 能不能做一套100毫米的支架，让我也可以用。还有第3种选项呢，就是新的1424可以使用后置的明胶滤镜。后置滤镜的好处呢，就是不用占据摄影包巨大的空间，只要把滤镜插在镜头后组即可。但是呢，因为它的安装方式呢需要卸掉镜头，所以不太适合于频繁更换滤镜的这个室外拍摄。而且呢，后组滤镜呢需要绝对的清洁、妥善保存，一粒小小的灰尘就可能搞砸你一整张照片。另一个缺点呢，就是您现在出门必须带气吹和清洁布。前组镜片有拨水层，即使有水滴，然后拿餐巾纸轻轻一吸就可以搞定。但是在拍摄风光的时候呢，我们经常追求星芒而收小光圈。超广角镜头小光圈拍摄呢，景深特别的深，所以稍不注意镜头前面有灰，在拍摄逆光的时候就会形成满天星。所以呢，用它扫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清洁布擦手印，然后用气吹去灰尘，以后出门的时候兜里又多了2样东西。总结，对比标准的广角和中焦镜头，超广角拍摄题材呢，对于摄影师的技术和环境要求更高。我们之前说1424拍摄人文呢，也是为了提高这支镜头的使用效率，而不是说您只有在旅行的时候才会想起它。如果您手里已经有了中焦镜头，可以考虑是否拓展一下自己的拍摄题材。在无反时代呢，品牌一直在刷新我们对于超广角镜头的认知。如何选择超广角镜头呢？让我们非常的纠结。比如我作为一个索尼的用户，为了上轻便伪能机器，我必须要选择12到24 f4。
但是小光圈和暗角呢，又让我非常眼馋新出的1224 2.8这种通透的画面，哎呀，纠结呀！但是尼康 Z 卡口系统用户是幸运的，起码呢，咱有2支原厂镜头可以选。1430适合于日光型的风光用户，比如能够自主控制光线的室内建筑摄影师等等，或者是对体积重量有极致要求的用户。1424呢，大了一档光圈，打开了夜景风光拍摄，尤其是星空摄影的技能。还有呢，对于强烈依赖自然光拍摄题材，比如像人文、自然类的视频等等。这支1424 2.8因为重量轻，还可以放在如影 SA 的稳定器上。所以一支镜头呢，基本上既实现了这个广角拍摄，而且呢，广角镜头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只有28厘米，还可以当成一点小的微距来用。然后呢，你打开裁切的模式，然后1.2变成了35毫米，这个是一支基本上什么事儿都能干的镜头，一个字儿方便。反正现在出了镜头呢，画质都好的没话说。至于选择什么样的镜头呢，基本还是根据您使用环境和光线来决定的。但是大家要记住啊，这个大一档光圈的镜头价格差了1倍，您自己掂量着办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我们对于1424这支镜头的基本的使用的感受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在评论下边给我们留言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大马猫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